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我前不久对持仓中的 ETF 进行了调整，卖出了 SPY 和 QQQ， 买入了3只新的 ETF。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来分享我买入了哪3只 ETF， 以及我调仓的原因。本期节目仅是分享，并不作为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还请各位投资朋友谨慎分析，做出您自己的投资决策。你是否对美股7大科技巨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感到兴奋，却因为无法同时投资这7只股票而错过一些股票上涨的机会？而且当你考虑投资这些个股时，可能会因为它们的高波动性而犹豫不决。虽然这些股票的基本面都坚如磐石，但是涨久必跌，在股价发生了较大的回撤时，很难坚持持有，就很容易错失随后的上涨机会。事实上，你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我自己曾经就在2022年英伟达的股价跌至18美元时，卖出了大部分的持仓。如果有一款 ETF 能够同时并紧追踪这7大科技公司的表现，那么无论是哪家公司的股票上涨，投资者都能从中获益。因此，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第一支 ETF 股票代码是 MAGS， 是由 Round Hills Investments 推出的。Round Hills Investments 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专注于主题投资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访问它的官网，我发现这家公司发行了多款主题 ETF 产品，包括追踪标普全球奢侈品股票表现的 ETF LUXX， 以及追踪纳斯达克全球视频游戏软件指数表现的 ETF NERD， 对，就是那个单词 nerd。 和先锋、贝莱德以及富达等大型的基金管理公司相比， Round Hill 属于中小型的基金管理公司。 MAGS 这款 ETF 采用的是平等权重策略，追踪这7大科技股。所谓平等权重，就是在构建投资组合的时候，给予每个成分股相同的权重。这个资产配置策略能够防止任何单一的股票对整个组合的表现产生过度的影响，让风险分布的更加的均匀。与平等权重相对的策略是市值加权策略。如果使用后者，那么市值较大的公司，像是苹果、微软和英伟达，他们的市值均超过或者是接近了3万亿美元，在他们的股价下跌时，将对投资组合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MAGS 是在2023年4月11日上市的，是一款非常年轻的 ETF， 总市值约为 5.22 亿美元，属于中小规模的科技 ETF。 它的管理费用为 0.29%， 属于较低水平。自从上市以来， MAGS 已经上涨了 88%。 从换手率来看，这款 ETF 的交易活跃度较高，流通性很好。从风险角度看， MAGS 能够分散个股的风险，但是由于它是集中追踪这7大科技股，与一般的宽基指数 ETF 相比，它的风险和波动性更大。ETF 都是通过美国证监会审批的，普遍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投资。然而一些投资者却更青睐于由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大规模 ETF。 我也喜欢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加入这样的 ETF。 今天我想分享的第2支 ETF 就是先锋成长型交易所交易基金，股票代码为 VUG。VUG 是由先锋集团发行的。先锋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以低成本和高透明度著称。VUG 追踪的是美国大型成长股的表现，主要投资于科技、消费电子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大型成长股。这些公司在增长率、盈利性和估值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VUG 经常被拿来与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QQQ 进行对比。VUG 追踪的是美国国内221只高速成长的大型公司的股票，尽管它的成分股数量更多，但是其中美股7大科技巨头的占比却更高。受益于7大科技股的优异表现， VUG 在过去1年内的增长是高于 QQQ 的。VUG 的管理费用为 0.04%， 低于同类型 ETF 的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 QQQ 的 0.02%。 在我看来，只要标普500指数增长继续由7大科技巨头推动， VUG 就有望比 QQQ 继续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我今天要分享的第3支 ETF 是一支能够抵御市场波动，并且可以穿越牛熊，适合长期持有的 ETF。 它是由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iShares 发行的，专注股息增长的 ETF， 股票代码为 DGRO。iShares 隶属于贝莱德集团。DGRO 发行于2014年，它的资产规模为 275.3 亿美金，管理费为 0.08%。 这个管理费在 ETF 中属于较低的水平。
专注股息增长的 ETF 一般会选择那些拥有持续股息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这些公司通常具有稳健的财务状况和可持续的增长潜力。那这是当前 DJRO 的前10大持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股票具有高成长性和高股息收益的双重优势。DJRO 的最大持仓集中在金融和健康板块。这支 ETF 增长的机制是将收到的股息再投资于更多的基金股票，这种再投资使得基金资产持续增长，从而提高基金的整体价值。当然，它的成分股的股价涨跌也会直接影响 ETF 的净值。在股息和股价的双重影响下， DJRO 的波动率远低于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像是 SPY 和 VOO。 总的来说，我选择 DJRO 是因为它的波动率较低，而且有稳定的股息再投资机制。特别是在标普500和科技股已经经历了一段上涨周期后，如果下半年市场波动加剧， DJRO 无疑是一个更稳健的可以用来避险的选择。好了，那今天分享的3只 ETF， 无论是从投资策略、风险波动还是资产规模来讲，都有很大的差异。我选择这3只 ETF 是对自己的投资组合在平衡之后的决策。那么希望今天分享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